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李宁的超轻2026，全掌来自 Foam Ultra 的外部框架，加上内部全掌超泵，中底配置相比上一代更加出色，外底依旧是前掌 GCU 加上后掌 ToughOS 的组合。在这一双鞋身上，你能看到李宁在减重方面的极致功力，能削薄的地方绝对不给你加厚，能镂空的地方也绝对不可能给你填上。上一代的超轻重量就已经非常夸张了，单支42码的重量差不多在275克左右。大家也都知道，在做到了极致的情况下，想要再减重，就算是那么1-2克都不容易。但是李宁这一次还是做到了，在外底组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单支42码的重量进一步下降，来到了270克左右的一个重量，真的可以说是丧心病狂。你要知道，它的外底橡胶跟上一代完全一样，如果李宁把后掌的 ToughOS 也改成 GCU， 重量一定会探得更低。在减重这一块上，现在李宁就是行业内的龙头，而且真的是遥遥领先。但是你知道的，追求某一方面的极致表现，往往就需要你从其他地方找补回来。那这一次的超轻2026，为了它的极致重量，牺牲了一些什么呢？接下来就跟着当子的节奏，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这双李宁的超轻2026。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代的超轻用的依旧是一个正常略微偏窄的鞋楦，跟我的脚型可以说是完美匹配，贴合度非常高。而且因为它的鞋面用料整体偏软，内部填充也有着一定的厚度，在拉紧鞋带之后，它的静态包裹非常棒，鞋面与双脚之间的贴合度特别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超轻2026的内靴用了这样一个1/3掌的内靴，它的内靴末端就恰巧在我们双脚的外侧受力点位置处，而且因为它的内靴材质特别软，在我们穿进去的时候，它的内靴特别容易被我们的双脚给带进去，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堆叠，而堆起来了之后，在我们的实战过程中，它就会一直硌着我们的双脚，特别难受。所以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大家务必在穿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系紧鞋带，先把手指给伸进去，把它的内靴给捋平，然后再把鞋带系紧，这样能尽可能的让我们少受一些罪，能让我们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更好的穿着舒适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穿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轻松避免。但是它鞋面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动态锁定。虽然它的鞋面跟双脚之间有着非常好的贴合度，双脚在鞋内不会有太多的多余空间，但是一旦你开始动起来，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在锁定方面的不足。因为鞋面材质过于偏软，在做一些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好在它前掌外侧有一片上半至鞋面的硬质 TPU 片，能给到我们一定的横向支撑。鞋面的侧向支撑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是还算够用，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能兜住我们的双脚。但是双脚在鞋内的位移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我们做一些防守横移动作的时候，一旦重心被调动起来之后，脚底下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拖沓，双脚在鞋内不能及时归位，从而影响到我们脚底下的响应速度。但是这还不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后跟锁定。在穿上鞋，你去努力把鞋带拉到最紧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还是会有点掉跟，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强有力的后跟锁定，总感觉脚踝处的鞋面没法拉紧，这种脚踝处极为空虚的感觉，这种掉跟的感觉真的特别难受。而且它的鞋带材质也会有点偏滑，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它脚踝处的锁定会变得越来越差。在实战的过程中，你需要经常重新去调整鞋带的松紧度，才能得到勉强够用的后跟锁定。而造成这一个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鞋口开得有点过于大了。如果能够把它最后的一对鞋带孔往后稍微再移动那么一点点，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这对于这一双鞋最侧重的重量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这双鞋身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重量而做出的牺牲，而是非常单纯的在设计方面的失误。那在屏幕前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如果你们已经买了这一双鞋而且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那我建议你可以给它更换一副摩擦力稍大一点的鞋带，然后给它系一个跑者扣。如果不知道跑者扣怎么系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有很多的教程，也非常简单。而且因为超轻2026的鞋舌还挺厚的，在系了跑者扣之后，也不会出现什么鞋带勒脚之类的问题。而在系了跑者扣之后，它的整体实战体验以及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都会迎来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已经买了这一双鞋，跟你一直在吐槽这一双鞋有多么的垃圾，那这个时候你拿起他的鞋，然后给他一通操作，再丢给他，冷冷的说一句：“你再试试。” Damn， 这波真的被你撞到了。
除此之外，它的鞋面体验就都非常棒了，透气性表现绝对可以算得上是 T0 级别的存在。大面积的 mono 纱加上这一个有着大量透气孔的太空棉材质鞋舌，夏天啊你就放心大胆的穿它去造就行，绝对不会闷脚。如果你觉得这一双鞋的透气性都不够用的话，那可能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篮球鞋都不是特别适合你。而它的中底啊，说实话跟上一代的体验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虽然从上一代的3/4超本改成了这一次的全掌超本，但是在体感上说真的感觉不出来。不过有一说一啊，它的中底体验非常出色，中底调教十分讨喜，一上脚就特别软弹，而且在你发力去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也非常干脆，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泄力感。这种做到柔软却又不肉的中底体验非常棒，并且啊，在此基础上，它的缓震表现也十分拔群。我190斤的体重，即使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时，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缓震极限非常高。还有一点是这种中底调教偏软的篮球鞋啊，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极限状态下，中底缓震材料的多余弹跳，而这一点在这一代的超轻身上也不存在。虽然它软，虽然它弹，但是踩上去的感觉不会发虚，这一点值得一个好评。而上一代身上出色的中底过渡，在这一代身上也得以保留，甚至啊更进一步，中底的过渡非常丝滑，从后掌过渡到前掌完全不会有任何断层的感觉。再加上全开放的后掌所带来的出色触地感受，以及极为轻质的重量，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所能给到我们的体验都足够出色。而且这一次它中底上面的这一块前插的 TPU 确实能够给到我们一定的前掌推进，对于大体重的球员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小体重的球员来说一定恰到好处。而这一代在中底方面最大的一个提升其实是它的稳定性，虽然它的后跟依旧是这样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但是这一代它将后跟处的外底面积做了明显的加宽，感觉像是给它的后掌也加了一个小的防侧弯角一样。球鞋中段的这一条 TPU 键也延伸至了更靠后的一个位置，压缩了后跟处缓震材料的形变空间。前掌也做了比上一代更为明显的防侧翻设计，穿上这一双鞋之后，完全不会有上一代身上的那种不安全感，脚底下会扎实很多。在实战的过程中，多余的晃动也明显会比上一代更少。穿它打球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比上一代会更加的放心，更加的从容。而且在中底刚性这一方面啊，这一代相比上一代的提升也非常明显，抗扭表现明显会比上一代更好。在做一些侧向急停动作，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对抗时，鞋面啊确实会有那么一点吃不住力，但是中底的刚性完全没问题，鞋身的姿态能够很好的保持住，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穿它去打一些高强度的球局也会更加从容一些，并且在此基础上，它的前掌弯折并不会受到影响，不管是正常的弯折，还是在做一些变向或者是切入动作的时候，前掌都能一直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形态。中底所能给到我们的鞋脚一体性非常棒，结合上我们做了一点点小 DIY 之后的鞋面包裹，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表现非常棒，可以算是把它原本的弱势啊直接转变成了它的优势。如果你买了这一双鞋，一定要记得把它的鞋带给调整一下。而它身上最大的优点，除了它轻质的重量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它顶级的抓地。前掌的 GCU 指滑效果非常拔群，基本上可以适配所有场地，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它的指滑效果也特别出色。不过相比上一代，外底的纹路明显变细了不少，耐磨啊确实会有所下降。这一代的话，我还是更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外场还是能免则免啦。超轻2026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次的超轻啊，可以算是超轻这整一个系列当中，如果单论实战，它就是最出色的那一双了。虽然它的鞋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偏软，但是起码够用。如果要用来打比赛，只要打脚或者是佩戴护踝，就绝对能匹配上你的强度。虽然它较差的鞋面锁定确实没办法做到完美的解决，但是通过鞋带的调整，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得到出色的锁定。虽然它确实啊有着不少的这种小问题，但是都不算致命，起码我们通过自己动动小手就能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想要用来打球，想要用来上强度，它都没有问题。确实啊，它为了重量牺牲掉了一定的鞋面强度，但是毕竟它的名字就是超轻啊，这个系列所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追求更加极致的重量表现吗？那现在它有着如此出色重量表现的同时，还能给到我们不错的实战体验，它就已经成功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李宁可以在它后续的配色上
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再往后多打一组鞋带孔，这样就不需要我们去 DIY 得到出色的后跟锁定了。而且我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大，不可能让所有买了这一双鞋的人都看到我的视频，对吧？而至于它的适配人群，我觉得是追求轻量化篮球鞋的所有球员，没错，是所有1到5号位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对于重量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你就可以选择它。不夸张的说它就是现如今以重量为第一考虑因素的篮球鞋当中实战性能最出色的篮球鞋，没有之一。不过好像现在市面上除了超轻这一个系列之外，就没有把重量的优先级排在第1位的篮球鞋了吧？有吗？好像没有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